师兄，你资产还剩多少？600，那还不算最惨，还有更惨。昨天我问 AI 推荐创作者，然后 AI 推荐了我隔壁那只胖猫。我做影片3年，它每天只会睡觉。有没有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以前大家找产品是去 Google 搜寻，但现在越来越多人直接问 ChatGPT、Google AI Overview、Perplexity 有没有推荐的 AI 简报工具，哪个品牌最适合做电商，某某产品好不好用？问题来了，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做 SEO， 努力把网站做到 Google 的第一页，但如果有人直接问 AI 推荐一个好用的 AI 工具，结果 AI 完全没有提到你的品牌，那你在未来的搜寻世界里，可能几乎等于不存在。今天要看的这个工具叫做 Palace AI， 它不是帮你做图，也不是帮你剪影片，它做的是一件更前面的事，帮品牌提升在 AI 搜寻引擎里面的曝光度。简单说，就是让 AI 在谈到你的产业更有机会提到你，而且讲的是正确内容。产品定位，以前我们做 SEO 是想办法让 Google 找得到你，但现在多了一个新战场，叫 GEO 跟 AEO， 也就是让生成式 AI 搜寻、AI 助理在回答问题时能看得到你、理解你，甚至推荐你。Palace AI 比较像是一个 AI 搜寻曝光管理平台，它主要做几件事：第一，分析你的品牌竞争对手；第二，建立行销地图；第三，模拟使用者可能会问的 AI 问题；第四，监控 AI 回答里没有提到你的品牌；第五，如果没有出现，它会帮你生成优化内容。整个逻辑其实很简单，先找到使用者会问的问题，再检查 AI 有没有提到你，如果没有，就直接帮你产生优化内容，然后发布出去，持续监控。它比较像是一套完整的 AI 搜寻优化工作流程，而不只是另外一个 AI 写文章工具。一、建立行销计划。打开 Palace AI 后，第一步是建立行销计划。你只需要输入品牌网站和品牌简介，像是你是什么品牌，卖什么产品，目标客群是谁。接着 Agent 就会开始分析产业。我觉得比较方便的是，它不会叫你自己慢慢列竞品，而是输入网站之后 ，Agent 会自动找出可能的竞争品牌，再让你自己人工调整。如果有漏掉的重要竞品或出现奇怪的品牌，都可以自己修改。这对 SaaS、AI 工具、电商品牌来说蛮方便的，因为这些产品很容易被拿来比较。例如 A 工具和 B 工具哪个比较好？有没有更便宜的替代方案？新手适合用哪一个？未来这些问题很多都不一定发生在 Google， 而是直接发生在 AI 对话里。二、行销地图，接下来它会产生一个行销地图，里面分成3层：使用者轮廓、使用情境、搜寻意图。这个设计我觉得是 Palace AI 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因为很多人做内容只会想我要写产品介绍，但真正能带来流量跟转换的，通常是使用者的问题。例如你卖的是 AI 简报工具，使用者可能不会搜寻品牌名称，他更可能直接问明天要报告有没有快速做简报的方法，不会设计可以用 AI 做简报吗？学生适合用哪个 AI 简报工具？这些才是真正的搜寻意图。Palace AI 会把这些情境猜出来，再模拟使用者可能会问的 AI 提示词。对品牌来说，你不是在猜使用者会问什么，而是在提前布局未来 AI 搜寻的问题。3. AI 搜寻监控。接着就是我们最核心的功能 AI 搜寻监控。Palace AI 可以根据前面建立的提示词去监控你的品牌有没有被 AI 提到。例如 ChatGPT、Google AI Overview、Perplexity， 你可以看到在某个搜寻意图下 AI 回答里到底有没有出现你的品牌。如果有出现，你可以直接看 AI 是怎么描述你的；如果没有出现，就代表你在这个问题里几乎没有存在感。这件事情其实蛮残酷的，但很有价值。因为以前你可能只看得到网站流量，却不知道当使用者直接问 AI 时 ，AI 到底会不会推荐你。4. 竞品情报，而且它不只看自己，还能直接比较竞争对手。例如，同样是 AI 简报工具，当使用者问有没有推荐的 AI 简报工具 ，AI 回答里提到的是你，还是提到其他竞品，都可以直接看到。你甚至能比较同一个搜寻意图下，不同品牌在 AI 回答里的曝光率与能见度。这个功能我觉得对行销团队很有感，因为它看的不是传统排名，而是品牌在 AI 回答里的真实存在感。5. 生成优化文章。如果你的品牌在某些提示词里没有被提到， Palace AI 还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优化文章，
你可以选择针对特定 AI 搜寻引擎优化，或者一次针对多个 AI 平台优化。它不是单纯叫 AI 帮你写一篇部落格，而是根据前面的搜寻意图、竞品分析、品牌知识一起生成内容，这样内容方向会更有策略性。之后可以来到上方点选内容资产，直接生产内容。生成完成后，在官网或部落格上贴上建立页面，回传页面网址，就可以增加 AI 的搜寻机会。6. Shopify 整合。对电商品牌来说，我觉得另一个方便的地方是 Palace AI 经整合 Shopify。文章生成完成后，不需要再复制贴上到 Shopify 后台，可以直接发布到商店内容页，等于把内容生成、内容优化、内容发布全部串在同一个流程里。对本来就有内容行销需求的品牌会省下不少的时间。如果你的内容是发布在其他平台，也可以把网址提交出来，持续追踪后续表现。7. 品牌知识库。另外我自己觉得有趣的是 Brand Knowledge， 也就是品牌知识库。很多品牌其实从来不知道 ChatGPT 现在到底怎么描述自己， AI 对品牌的理解到底正不正确。 Palace AI 可以把这些资讯整理出来，让你看到 AI 现在怎么介绍你，有没有引用错误资讯，有没有拿旧资料回答使用者，甚至有没有把竞品功能讲到你身上，品牌方就能直接修正与优化，避免 AI 越讲越歪。另外补充，如何增加品牌知识内容，要让 AI 更了解你，可以来到左侧头像这边点击品牌知识库管理。进来后可以以文字、文件、图片上传，来让知识库对你的资讯更了解。首先我把品牌大纲文字贴上，再上传品牌资料文件，接着品牌知识库就会开始记忆。建议不定时来更新，让 AI 更了解你。8. Google LLM 整合，它也能授权 Google LLM， 这点我觉得蛮有用的，因为你可以观察，当 AI 搜寻开始比较常提到你的品牌时，网站流量有没有跟着成长？换句话说，你可以看到 AI 曝光度和实际网站流量之间的关联，这比单纯看流量数字更有参考价值，因为你能知道到底是不是 AI 推荐带来的影响。不过还要说 Palace AI 目前处于 1.0 到 2.0 的升级阶段，有些功能还在灰度测试。如果遇到 Agent 对话后左侧没有反应， Google LLM 连接后没有更新，通常重新整理页面即可。另外 AI 生成文章只是第一步，不代表发出去就一定有效。内容品质、品牌可信度、网站权重，以及 AI 是否愿意引用你的内容，都还是会影响最终结果。所以它不是魔法工具，比较像是一套完整的 AI 搜寻优化工作流。总结来说 Palace AI 适合3种人。第一种，正在做电商品牌，希望商品能在 AI 搜寻里被推荐的人。第二种， SaaS 或 AI 工具品牌，想监控自己和精品在 AI 回答里的曝光度的人。第三种，有内容行销团队但不知道未来 AI 搜寻该怎么布局的人。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个人使用者，可能暂时还用不到，但如果你是品牌方、行销人、电商经营者，这个方向会越来越重要，因为未来不只是谁排在 Google 第一页，而是当使用者问 AI 你推荐哪一个，你的品牌有没有出现在答案里。SEO 解决的是 Google 找不找得到你，而 Palace AI 想解决的是 AI 会不会推荐你。你觉得 AI 搜寻未来会取代 Google 吗？留言打 A 会，未来大家都会直接问 AI。B 不会， Google 还是主流。C 两个会并存，但玩法完全不同。我自己会选 C。如果你对 AI 工具创作者的工作流、行销科技有兴趣，记得订阅。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师兄，你资产还剩多少？600，那还不算最惨，还有更惨。昨天我问 AI 推荐创作者，然后 AI 推荐了我隔壁那只胖猫。我做影片3年，它每天只会睡觉。